那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军占领的地区已经达成了目标的2/3左右。如果以这个目标来判断，俄军尽管进展缓慢，但大概再过1-2年呢，这场战争就会有结果。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可能要持续数年。在过去的1周中呢，乌克兰方面组织的哈尔松大反攻在俄军猛烈的攻击下遭到了失败。俄乌双方又回到了过去几个月中的那种阵地战加炮战的局面。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的创始人利亚姆·柯林斯在对话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俄乌战争呢有可能会持续数年的时间。这场冲突已经从最初的机动战转变为现在的消耗战，交战双方似乎都没有能力取得彻底的胜利。柯林斯认为在今年2月底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俄罗斯最初的战略是迅速的推进并占领乌克兰的首都，以便迅速的让乌克兰投降。但是由于高层计划不周，基层执行的更差，再加上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事实上呢，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和机构都认为基辅将在战争爆发最初的几个月内陷落。但俄军在2022年的3月一看不成，就主动的调整，从基辅地区撤出。这就是俄军所说的第一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经过短暂的休整以后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开始了第2阶段的特别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已经占领了乌克兰沿黑海的大片的土地，最主要的就是顿巴斯地区。柯林斯认为，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最初的几周，打的基本上是一场机动战。军队需要不停的机动，选择在它占据优势的时间和地点作战，打破敌人的平衡。很明显，在这场机动战中，尽管与乌克兰军队相比，俄罗斯军队的规模更加庞大，但是乌克兰呢仍然保持着微弱的优势。俄罗斯在2022年的军事预算为458亿美元，大概是乌克兰47亿美元军费开支的10倍。俄罗斯在现役陆军人员的数量上占优势，俄罗斯对乌克兰是90万对19.6万人。俄罗斯还有装甲车辆的数量优势，俄罗斯的15857辆对乌克兰的3309辆。但是机动作战需要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来同步执行。从2014年开始的6年中，在西方的帮助下，乌克兰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指挥顺畅的战斗部队，能够执行同步的作战任务。俄军呢，在战争开局的几天表现不佳之后，俄军的指挥员认识到他们缺乏一支能够赢得机动战的部队，因此呢，立即转向了消耗战。消耗作战呢，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削弱敌人。这种战斗的特点就是大规模炮击和缓慢的推进。这一类的作战，俄军那是拥有优势的，那就是压倒性的火炮和军队的规模数量。但是柯林斯认为呢，俄罗斯未必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观点，证据似乎也不太充分。他认为俄罗斯的战争目标是占领基辅，而以目前的速度来看呢，恐怕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仍然是源源不断，因此俄罗斯恐怕会面临类似于前苏联在阿富汗经历了那场10年战争。可是作者忽略了一点，俄罗斯政府的高层官员早就说过很多遍，俄罗斯并不想占领乌克兰前进，只是想占领乌克兰濒临黑海的那些地区，尤其是顿巴斯地区。那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军占领的地区已经达成了目标的2/3左右。如果以这个目标来判断，俄军尽管进展缓慢，但大概再过1-2年呢，这场战争就会有结果。另一个方面，欧洲正面临着能源危机，尤其是冬天即将来临，欧洲人怎么过冬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对经济的影响现在还无法判断有多严重，而且美国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美国军火工业的产能有限，弹药的产量赶不上乌克兰战争的消耗的速度，西方国家到底能够全力支援乌克兰多长时间呢？俄罗斯目前并没有尽全力，因为在美国和北约没有亲自下场动手的情况下，俄罗斯一定要留后手的。因此我判断呢，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胜面要更大一些。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